96小时内开战，美军异动，德黑兰全面备战。若开战，伊朗有能力对抗美国吗？伊朗血腥镇压升级，公开绞刑，80%星链网络瘫痪，国内外反弹四起。乌克兰连环打击，俄军陷绝境。伊朗全国范围的抗议风暴已持续半月，街头硝烟与血腥画面不断上演，城市几近瘫痪，星链网络被切断，信息几乎全面隔绝。在军队和安全部队的铁腕镇压下，死亡数字迅速攀升，公开处决频频发生。与此同时，国际局势也随之紧绷，美军在中东的异动频频引发外界猜测，一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否正悄然逼近。如果战争爆发，伊朗究竟有多大能力抗衡美国的铁拳？根据伊朗国际最新报道，迄今为止，抗议浪潮中至少已有1.2万人丧生，这一数字仍在持续上升。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局已开始公开处决抗议者，试图以极端手段震慑社会，扼杀反抗声浪。在国际舆论聚焦镇压升级之际，美军的动向再次成为关注焦点。近期多方消息还显示，美方内部已开始认真评估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可行性，甚至有报道称，相关行动可能在未来96小时内发生。还有多名消息人士披露，目前至少已有8架美军 KC-135R 空中加油机降落在夏威夷檀香山。有分析指出，这一部署方式与2025年6月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前的行动高度相似，因此不排除美国正在为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做准备。一些激进观点甚至认为，美国若决定出手，可能直接针对伊朗最高权力核心的地下设施实施重型钻地打击，以迅速瓦解政权中枢。1月13日，伊朗流亡媒体 Manoto 电视台援引相关人士的话称，美国正在制定潜在的军事打击方案，目标直指伊朗最核心的军事与安全设施，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中枢，甚至不排除对核相关设施实施打击。一旦涉及核基地，美军很可能再次动用 B-210隐形轰炸机，并配合大量精确制导巡航导弹，例如战斧系列，对目标进行远程高强度打击。1月14日，多方消息显示，驻扎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部分美军人员已接到紧急通知，要求在当晚前完成撤离。这一异常动向发生在美伊关系急剧恶化的背景之下，迅速引发外界对地区局势升级的高度关注。美国是否即将对伊朗动武的猜测也随之持续升温。乌代德空军基地并非普通军事设施，而是美军在中东规模最大、地位最关键的战略支点之一。该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约35公里处，距离伊朗仅约200公里。目前常驻美军约1万人，拥有4500米长的重型跑道以及可容纳上百架战机的地下机库，是美军在海湾地区的空战指挥中枢和核心后勤节点，能够起降包括 B-52、B-2在内的战略轰炸机。正因如此，该基地的任何人员或装备变动，往往被视为地区安全形势的重要风向标。值得注意的是，德黑兰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市中心和政府机构周边部署了大量武装力量，革命卫队携带重机枪，军车直接进驻政府区。从流出的现场画面可以看到，伊朗方面显然正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伊朗当局还警告称，一旦遭到美国打击，将把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以及以色列境内目标视为合法反击对象，冲突外溢的风险随之急剧上升。尽管军事警戒不断升级，伊朗并未完全放弃外交路径。德黑兰方面试图通过重启核谈判来阻止美国动武，希望以谈判换取时间与空间。然而，以色列方面明确警告称，这只是伊朗一贯的拖延战术，目的是在危机时刻避免遭受直接打击。在对外宣传层面，伊朗依旧维持强硬姿态。伊朗革命卫队空军司令马吉德·穆萨维高调宣称，之前战争造成的损失已经全部修复，部队目前处于全面战备状态，并警告美国任何军事行动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但从目前的信息来看，这种表态似乎并未对美方决策层产生实质性影响。
目前，美方尚未公布行动的具体规模和持续时间，相关信息仍有待进一步证实。但可以确认的是，无论是白宫层面，还是特朗普本人，近期都在不断释放出已经认真考虑军事选项的信号。特朗普公开表示，援助即将抵达，同时强调美国公民撤离伊朗是一个明智决定。这种说法在外界看来，更像是在为潜在的军事行动提前铺垫舆论与现实条件。华盛顿方面的犹豫并非毫无理由，历史反复证明，外部强压往往更容易强化内部团结，而非促成政权松动。与某些缺乏社会根基的政权不同，哈梅内伊政权在伊朗社会中仍具备相当程度的动员能力与意识形态支撑，其国民支持度和组织能力远非一些拉美国家可类比。宗教与信仰所形成的凝聚力，在危机时刻往往会被显著放大，而这一点并不取决于外界如何评价这种信仰本身。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关于国际秩序和规则的讨论明显降温，也引发不少疑问。事实上，当一种规则无法约束最具破坏力的强权，却又在现实中为次级破坏者提供遮蔽空间时，它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正当性。在这种情况下，规则的破裂并非意外，而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在信息被封锁、外交与军事博弈同步加速的当下，伊朗局势正在进入一个高度不透明但风险持续累积的阶段。无论是街头的抗议者，还是远在波斯湾外的决策者，每一步选择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而真正的代价最终仍将由普通人承担。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政治布局已经开始向战后方案延伸。有消息披露，美国特使维特科夫近期秘密会晤了伊朗前王储里萨·巴列维，这被视为特朗普团队首次与伊朗反对派核心人物建立直接接触，也意味着美方正在为更长远的局势变化做准备，而不仅仅是一次有限打击。目前引发外界一个核心疑问是，伊朗真的有能力与美国正面对抗吗？如果抛开政治口号与情绪化表态，回到冷静的现实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并不矛盾却极为关键的结论：伊朗没有能力打赢一场与美国的全面战争，但它确实有能力把任何军事冲突拖入一场代价极高、无人能够轻松脱身的地区性灾难。从军事结构上看，伊朗真正的强项并不在于传统意义上的正规战争，而在于长期经营的不对称作战体系。首先是导弹与无人机能力。伊朗拥有中东地区规模最大、型号最复杂的导弹库存之一，涵盖短程、中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大量自杀式无人机。这些武器未必在精确度上达到世界顶尖水平，但其优势在于数量、机动性与饱和打击能力。在现代战争中，防空系统即便拦截率再高，只要有一小部分成功穿透，对机场、港口、油气设施和军事基地而言，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破坏。这正是伊朗所依赖的成本不对称逻辑。其次是伊朗构建多年的地区代理人网络，这套网络几乎覆盖整个中东，从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到伊拉克、叙利亚境内的什叶派民兵，形成了一条横跨多国的火线。一旦爆发冲突，伊朗无需本土大规模出兵，就能在多个方向同时制造战火，让以色列、美军基地、红海航道乃至波斯湾航运承受持续压力。这种多点牵制能力，使得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都无法只停留在有限打击层面。霍尔木兹海峡则是伊朗另一张关键底牌。伊朗并不需要彻底封锁这条能源命脉，只要持续制造不安全感，就足以推高国际油价，冲击全球市场。对伊朗自身而言，这当然是双刃剑，但对高度依赖能源稳定的西方国家来说，其政治与经济代价同样巨大。这也是伊朗在战略博弈中始终被认真对待的重要原因。然而，伊朗的短板同样清晰且致命。首先是空中力量的严重不足。伊朗空军长期受制裁影响，主力战机仍以冷战时期机型为主，维护依赖拆建与国产仿制。在美军和以色列以隐身战机、体系化电子战为核心的制空能力面前，伊朗几乎不具备正面对抗空间。其次，伊朗虽拥有一定防空体系，但数量有限，
网络整合程度不足，难以在高强度、持续性空袭下长期维持防御。防空系统可以拖慢对手，却无法阻止全面打击。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经济与社会承受力。长期制裁、高通胀、失业率上升与持续的国内抗议，已让伊朗社会处于高度紧绷状态。一旦进入持续军事对抗阶段，港口受损，能源出口受阻，基础设施遭打击，内部压力将被迅速放大，这正是伊朗高层最为忌惮的风险。正因如此，伊朗当前的强硬姿态并不意味着他渴望战争，恰恰相反，这是一种试图阻止战争的策略。伊朗赌的是，美国并不愿意再开启一场全面的中东战争，尤其是在全球多线压力并存的背景下。通过高调展示导弹库存、战备状态和报复能力，伊朗试图抬高对方的决策成本，让军事选项变得得不偿失。26岁的伊朗青年索尔塔尼成为伊朗血腥镇压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名字之一。他是众多被捕抗议者中的一员，当局宣称将于1月14日对他实施公开绞刑，以此向全国抗议者传递讯息。在接到通知后，索尔塔尼的家人仅被允许与他进行一次短暂的告别会面。他被剥夺了聘请独立律师的权利，整个审理过程缺乏任何基本的司法公正。目前，关于他的照片、经历和处境正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许多伊朗人和国际社会人士希望借助舆论压力，迫使当局暂停甚至取消这场处决。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伊朗当局开始执行对抗议者的公开处决等极端措施，美国将采取非常强硬的行动。这一立场被美国官方媒体解读为特朗普可能考虑军事干预或其他更强硬的制裁回应。人权组织披露的数据进一步揭示了镇压规模的惊人程度。伊朗人权运动者组织副主任斯凯拉·汤普森在1月13日表示，过去短短16天内，他们已记录超过16700起逮捕案例，大量被拘押者遭到任意关押，有些甚至被秘密转移至不明地点，与外界完全隔绝。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极短时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迫认罪浪潮，至少97起案例显示，被捕者在严重威胁、心理折磨甚至肉体酷刑下被迫认罪。与此同时，伊朗国际援引多方消息称，这场大规模处决和武力镇压并非地方行为，而是由最高权力层直接推动。报道指出，使用实弹射击抗议者的命令来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而一系列处决行动则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直接指挥下执行，且得到了3大政府机构首脑的知情与批准。这意味着镇压已成为一项自上而下、体系化运作的国家行为。医疗系统内部的证词同样触目惊心。德黑兰一名眼科医生透露，仅在一家医院内就接收了超过400起因枪击导致的眼部严重损伤病例。宗教界也开始出现公开反弹。伊朗首席逊尼派宗教领袖阿卜杜勒哈米德在周二罕见地公开谴责全国范围内针对抗议者的暴力行径。他警告称，下达这些命令的人终将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番表态在伊朗国内引发强烈回响，被视为对现政权合法性的严厉质疑。在海外流亡的伊朗王储里萨·巴勒维持续发声，他在 X 平台发布视频，向仍在街头坚持抗争的伊朗民众表达敬意，称他们展现了非凡的勇气与尊严。巴勒维呼吁抗议者不要放弃，并直接向伊朗军队喊话，要求军人拒绝向人民开枪，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同胞。他强调，历史正在关键时刻，军队的选择将决定国家的未来走向。在外部压力逐渐显现的同时，伊朗国内的反对派武装力量也开始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由库德族民兵组成的反对派武装库德斯坦国民军于13日发表声明，宣称已成功摧毁位于克曼沙阿省克曼沙赫地区的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基地。该组织表示，此次行动是对其成员遭当局杀害的报复，并强调，尽管政府正在大规模调动军队和民兵力量，但他们仍将继续展开武装抵抗。另外，最新迹象显示，伊朗当局正在全面升级对国内局势的技术与信息控制。据多方监测数据，伊朗已首次动用军事级电子干扰手段，
境内超过80%的星链流量被切断。对长期依赖星链作为备用通信手段的抗议者、活动人士以及独立信息传播渠道而言，这意味着几乎彻底失联。与此同时，这也极大增加了外部世界获取伊朗内部真实情况的难度，包括抗议规模、镇压强度以及潜在伤亡情况，都被进一步笼罩在信息迷雾之中。在乌克兰战场库皮扬斯克方向，战场形势出现对乌军有利的变化。增援前线的俄军第47坦克师在推进过程中遭到乌军反击，目前已陷入半包围态势。一支俄军小分队在战斗中被俘，进一步削弱了俄军在该方向的机动能力。焦点战场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同样传来进展。乌军第25旅成功收复波克罗夫斯克西南方向一处小镇，稳定了防线。另外，乌克兰第3军团也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突袭俄军驻地，摧毁一处弹药库，并清除隐藏在地下室的士兵，毁坏大量摩托车装备，战术收效显著。乌军无人系统部队的精准打击能力正在不断增强，这也让俄军在局部防御上面临更大压力。与此同时，东翼乌军沿科特利内与乌达齐内之间的铁路展开反击行动，夺回3条平行邻线阵地，收复面积超过 1.44 平方公里，为后续推进创造了战术纵深。俄军方面则再次出现高层动荡。负责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作战的俄第51级团军司令苏赫拉布·苏丹诺维奇·艾哈迈多夫中将于昨日再次被解除职务。该将领在任期间多次指挥机械化部队正面突击乌军防线，却在乌军无人机群的持续猎杀下遭遇严重损失，战术效果屡屡失败。值得注意的是，艾哈迈多夫此前就因重大指挥失误被免职，复出指挥不到1个月再次下岗，凸显俄军指挥体系的混乱与不稳定。南线胡里亚博尔方向，双方仍在激烈交战。乌军第225突击团在指定区域击溃俄军一次较大规模进攻，迫使俄军后撤，稳固了当地防御态势。在技术与远程打击层面，乌军无人系统部队持续扩大优势。1月13日，乌军复仇女神无人系统部队第412旅成功摧毁俄军一套 P-18 Prima 雷达系统，该雷达具备探测隐形目标的能力。其被摧毁进一步削弱了俄军防空与预警体系。同日，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司令通报，第1独立无人系统中心与第414独立旅凯罗斯营联合行动，成功打击并摧毁顿涅茨克俄战区内一处导弹与炮兵武器库。空袭与反空袭方面，12日夜间至13日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境内发动大规模远程打击，累计出动293架无人机，并发射7枚伊斯坎德尔 K 巡航导弹及18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拦截其中240架无人机、5枚巡航导弹及2枚弹道导弹。其余突防目标的具体命中情况和损失仍在评估中。与此同时，乌军对俄本土与后方目标的打击持续加码。当地时间1月13日晚，罗斯托夫州塔甘罗格市的亚特兰特航空工厂遭到密集无人机群攻击，瞬间引发大规模火灾，工厂上空浓烟弥漫，天空被映成通红一片。该工厂负责生产俄军猎户座等攻击无人机，同时提供飞机零配件，是俄罗斯无人机作战体系的重要基础设施，目前已遭严重破坏。紧随其后，乌克兰无人机再次袭击了莫斯科附近的奥廖尔热电厂，这是本周第2次对该设施实施打击。此次行动导致周边大面积停电，俄占乌东地区如顿涅茨克也出现多处断电情况。在马克耶夫卡，夜间甚至传出多起爆炸声，无人机持续在上空盘旋，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紧张局势。在黑海方向，多家俄媒报道称，当地时间1月13日，乌克兰特种部队在黑海沿岸发起突袭行动，连续击中了俄罗斯影子舰队的4艘油轮。根据诺尔报告报道，行动首先锁定了德尔塔和谐号，随后马迭尔达号、弗洛伊德号以及德尔塔至尊号也相继遭到打击。据现场视频显示，油轮在被击中后燃起大火，并伴随剧烈爆炸声。尽管俄罗斯媒体宣称火势随后被扑灭，未造成重大损失，
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油轮隶属于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实际破坏可能不容小觑。另外，乌克兰还与摩尔多瓦联合行动，切断了通往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的所有通道，包括空中运输线路，使当地约1500名驻军俄军陷入燃油、武器及补给短缺的困境。这一举动被认为是乌方对俄军持续袭击敖德萨港的战略反制，旨在不直接使用武力的情况下，逐步逼迫俄方撤离德佐地区。分析人士指出，除非俄方直接对乌克兰或摩尔多瓦发动进攻，否则克里姆林宫难以维持在德佐的军事存在。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